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墨频道。这一集我们继续教大家如何高效练习书法。你知道吗？简墨教学示范的效率是传统方法的7倍。换句话说，别的频道要花7分钟学的内容，在这里只要1分钟就能掌握。而且在视频的最后还会送你2个非常重要的秘诀，能让你的书法学习速度成倍提升。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简墨的教学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词“高效”来展开。那么，什么样的教学才能称得上高效呢？首先是教学内容创新所带来的颠覆性高效。简墨独创的楷行草一体教学法，多年来取得的震撼效果，已在第1集进行了介绍。第1集推出后，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，感谢大家的厚爱。如果还没有看过第1集的朋友，建议你关注频道，去频道主页观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第二，高效离不开老师超强的专业能力。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教学能否高效的关键因素。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，瞬间就明白了。在 YouTube 上搜盛教旭加王羲之，然后随机点开2位先生的教学长视频。第1位先生用了8分24秒来示范“大唐三藏盛教旭”这7个字，每字耗时约72秒。第2位先生用了8分8秒来示范同样的7个字，每个字耗时约70秒。而简墨老师示范的盛教旭系列，每集用50秒示范5个字，每字耗时约10秒。在本集随后的示范中，老师花7分钟示范了楷书、行书、草书共40个字的写法，平均每个字耗时也是约10秒。简墨老师示范教学的效率是传统教学的7倍。什么是高效？这就是高效。第3，能让学生快速进步的教学，才能称得上高效教学。学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学乎其中，得乎其下。老师水平高，学生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得提升。楷、行、草3体并教的前提是老师在3种书体上都达到极高造诣。一句话，高效教学等于高效理念乘以超强专业能力。好，开始我们今天的示范。第1个字日，楷书外框由口构成的汉字，口的左上角通常留个小口，而下部要封口，2竖略往外鼓，整体上大下小，呈倒梯形。行书右上角的转折要有力，右竖比左竖长，中间一横变1点，要有跳跃感。草书外框要变方为圆，最后一笔是中间的点。第2个字月，楷书右竖钩要微往左倾斜，这样字的重心才稳，且右竖钩最低点要低于左撇最低点，中间2横略靠上，这样字形更挺拔。行书第1种写法结构类似于楷书，中间2横有牵连。第2种写法，右竖钩与中间2横连起来写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右起，重心落在竖钩上，极具动感。第2种写法，一笔写成，写2横时线条加粗。第3个字寅，楷书上部像一个单脚支撑的杂技演员，重心落在右弯钩上，右弯钩的支撑点落在皿部的上横，皿部最后一横拉长并往上微弯。楷书的第2、第3种写法在唐代的碑帖中很常见，尤其是第3种写法，和后面行草的写法密切相关。老师的小楷示范很漂亮。行书第1种写法类似楷书第1种写法，最后一横要拉长。第
第二种写法类似楷书第三种写法，并且演变成草书的两种写法。草书第一种写法以笔写成，上部的线条绕了2圈是为了写叉。第二种写法上部一样，下部抿的空间外扩。第4个字仄，楷书上部的日的伤痕和下面的长痕要平行，场部的横画要左升，它像字的左肩，肩要宽，最后一捺加粗并拉长。楷书的第2种写法，上部日的伤痕和下部2长痕要平行，最下一横要拉长，2点成8字，支撑整个字形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中间几笔连写。第2种写法对应楷书的第2种写法，下面2点成8字。草书第1种写法比行书更省略，2点左右呼应。第2种写法上部进一步省略。第5个字成，楷书第1笔横和第2笔撇中间要有空隙，第2横短，第3横要长，下面的竖钩2笔写更有力，最后的捺加粗拉长。行书第1笔写法横撇连写，最后竖钩撇捺连写，捺拉长。第2种写法最后的捺变成反捺，更容易接着写下一个字。草书2笔写完更简洁流畅。第6个字绣，楷书宝盖的横要往上弧，单人旁竖往左弧，摆的2竖都往外弧，右竖加粗并往下适当拉长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摆的撇竖连写，右竖加粗拉长。第2种写法，摆的横画分离出来，盖住单人旁和日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笔画略简化，线条呈弧线。第2种写法，宝盖简化和下面单人旁1笔写成，日1笔写成，简洁流畅。第7个字列，楷书左边歹部略小，右边利刀旁的竖钩要拉长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歹部1笔写成，右边利刀旁变成点和竖钩。第2种写法，歹中的点和右边的点呼应，竖钩变竖拉长出锋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1笔写成。第2种写法，第1横单独写，最后加上1点。第8个字张，楷书左边弓要写的有弧度，要有张力，右边长4横间距要均等，提钩要单独起笔，捺要加粗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偏楷体，长的捺出锋送出去。第2种写法，弓1笔写成，长的捺变成反捺收回来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左右不连，弓部线条多一个转折，长1笔写成。第2种写法，左右相连，一气呵成。好，8个字我们示范完了，又到了传授练字秘诀的环节了。上一集节目，简墨老师传授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练字方法，
就是一个字每次练习不要超过2遍。结果有人因为这个教学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而变得一时无法接受，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在这里，简墨老师再次提醒大家，没有所谓的肌肉记忆。我们学习任何知识和技能，记忆都是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，肌肉不储存任何记忆。那么最核心的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样才能快速记住各种字形、书体的写法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今天分享2个秘诀。第一个秘诀，背临，就是你每天对临完后背临一遍，想不起来再看，看完再继续背临，这是学习书法进步最快的方式。绝大多数的人虽然学了很多年，但只要一离开字帖就不会写字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缺少背临这个练习环节。你看我这个学生在写草书，他根本不看任何范本，各种字体全都装在他的脑子里。怎么做到的？第一，靠背临；第二，靠第2个秘诀。第2个秘诀，掌握记忆的钥匙。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1885年发布了他持续研究5年的成果——艾宾浩斯遗忘曲线。这个曲线图揭示了人类记忆与遗忘的重要规律，就是我们学习的知识、接受的信息，24小时后会忘掉60%多，只有约33%的内容还能记住。根据这个规律，简墨老师总结出了书法学习及记忆的最高效模式：当天练过的字背临一遍，第2天复习一遍，1周后再复习一遍，如此反复，记忆效果最佳。一句话，要科学的间隔练习复习，而不是一次盲目的重复写上几10遍。写得多不一定进步快，写得对，记得住才是真正的高效练字。希望今天分享的2个秘诀，背临与记忆的钥匙，能帮助大家事半功倍，把书法真正学好。现在简墨老师正在更新的有2个系列，一个是楷行草一体千字文教程，一个是最美圣教序行书教程。你更想先学哪一个？可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老师会优先更新。下一集我们将示范讲解千字文的下一段，后续还会推出更多精彩的书法教程，欢迎点赞、分享和留言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